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双鱼座5月下旬的情人关系，大家参考自己的太阳、月亮和上升。就双鱼很多时候会被冠以傻白甜、恋爱脑，或者说是绿茶心机啊。就这两极是非常明显的啊，就是两派的讲法。但事实上，双鱼怎么样呢？你说他恋爱脑吗？他真的是认定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会为自己的感情，但注意这个时候是为了自己的这份感情啊，去奋不顾身，去义无反顾，去投入到自己的这种模式当中的。但是你说双鱼有前提吗？是有前提的啊，因为双鱼选的人，我一直讲都不会差的，他一定是会有一个综合评估在那边啊，对方某方面来讲是有他的这个价值感的，那我可以为我的这份感情去付出。但是双鱼去付出的时候，其实是要记住一点啊，是为自己的这个感情，是为了自己去付出的，因为付出到后面，我们很多时候双鱼他会有一种很委屈的感觉，就好像是我为你做了那么多啊，你不珍惜，所以有时候会带入到一种受害者的一个角色当中，那这种就会给对方造成这种压力感，或者说是觉得有点点虚伪的这种感觉，或者说是你在消耗我的这种感觉。那看一下我们这个感情基础，抽到的是一张星币侍从，所以这个关系也会有一定的这个价值吸引在里面啊。一个是价值吸引，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金钱啊、物质事业啊，就是跟这个经济方面有关的这种连接、这种来往在里面。那看一下我们双鱼的这个现状，抽到的是一张战车的逆位，双鱼这个时候已经觉得失控了啊，就是这个跟我原来想的已经不在我自己的这个掌控之中了，好像开始不管是谁说了算的，这段关系后面的走向，或者说是后面还能不能在一起，好像已经不是在我的不是我能够去说了算的。同时呢，也会有一个这种多角关系在里面。那双鱼，你说会有其他的备选吗？明显来讲是会有其他的备选的，因为我一直讲双鱼其实是很聪明的。那这种备选呢，很多时候是给自己上一道保险啊，就是好像我如果眼前的这段感情错过了因为双鱼真的失恋了是会非常痛苦的，所以知道自己会有这种后遗症所以会给自己有一些备选，以防哪一天自己真的是有被伤到会有那种天塌了的感觉。所以一方面有，但是倒不是说是故意的去养一些备胎之类的，这个只是每个人这个情感模式会不太一样。那看一下对方这边一张星币3的逆位，所以两个都是有一个三角关系在里面，对方身边也是会有其他人在那边的，并且这个时候对方更加多的也会去权衡利弊的因为会觉得我既然跟你双鱼已经是走不下去了，那我就要去考量一下这段关系，或者说是考量一下身边其他的人去做一些对比，去做一些比较。做出一个对我来讲更加有利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这种权衡利弊，有时候你说它不好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感情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双赢的，如果一个人已经觉得自己输了，自己什么都图不到这段关系怎么样都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下去的。所以权衡利弊这个事情，它是有时候其实也是没有错的，也是合理的。那看一下我们双鱼对复合这边一张权杖8的逆位，双鱼这个时候是不想放手的，还是想去再争取一下的，因为自己是没有用尽自己所有的这个力气的这份感情对我们双鱼来讲其实还是没有到头的，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余力去做点什么，但是一边这么想，一边又会觉得不值得但是不值得又放不下不值得在哪里呢？会觉得自己这个时候再做什么可能也是无济于事的可能也是徒劳的，对两个人来讲可能放手才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不管对双鱼还是对对方。同时这段关系当中双鱼自己也会被对方所误解也会被对方所怀疑不信任的，所以这个时候双鱼自己心里是非常清楚的，我在做什么可能对方都没有办法再完全的去相信自己所以一个能够摆脱这种情绪吧，不能说摆脱感情，摆脱情绪的双鱼其实是会非常聪明的，他其实是非常能够审时度势的。那看一下对方对复合这边一张权杖4的逆位，这个关系对方本来是想过的去结婚同居或者说是这个本身就会是一个婚姻关系，本身来讲对方其实是满意的，是知足的是想过长久的去在一起的，只是说现在知道已经不可能了可能会面临着一个两个人不能同居，或者说是婚姻的一个破裂，或者说是不能去结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对方这个时候回到了权杖3他也会开始去
权衡利弊去思考。所以这段关系当中，就目前来讲的话，这种权衡利弊的感觉或者就是这种理性的思考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那谁会更加的多一点呢？其实是对方会更加的多一点。但是你说双鱼真的这个时候还是我们纯粹的只图感情的双鱼吗？其实也不是了所以会有一点点变味的这种感觉。那看一下这个感情的一个阻碍，抽到的是一张恋人的逆位。感情肯定都是很有缘分的一段关系包括两个人对对方都是有过这种上头的时候的都会有这种很热烈的想爱对方热烈的要在一起的，是有过这种甜蜜的时光的不像有的感情可能甜蜜期比较长，这段感情甜蜜期还是真的比较不错的，但是真的相处下来之后当中的这种不信任感或者说是当中的这种冲突当中两个人性格的一个不合适误会真的是太多了，以至于都消磨掉了当时哪怕说是再深厚的感情，再浓情蜜意，再上头因为不合适的感觉太明显了包括冲突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会有一个哪怕原来基础再好，都是一点点走到尽头被消耗掉的一个状态当中。而且这个当中就是会有一个多角在里面的。那看一下我们这个牌的建议，抽到的是一张宝剑4。这个时候其实两个人再去说什么都会有一种越描越黑的感觉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再去听进对方的话，哪怕对方讲的哪怕双方讲的都是真心话，都是肺腑之言或者说是都是心里面是想好的，想好好在一起的，但是事实上你们这个沟通就是无效沟通都没有办法再去信任对方了一个是信任，一个是都没有办法去读懂对方话里面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再讲的话都会是一个越描越黑的一个状态。那看一下我们双鱼一件不知道的事，抽到的是一张权杖6的正位那你说对方价值高吗？对方的确是价值挺高的，或者说是对方的这个桃花异性缘其实是会很不错的，对方也会觉得我放弃了那么多其他的选择，我就想好好的去跟你在一起，但是并没有被你珍惜。那我这个时候我完全是可以一个就是专注在自己身上，变得更加的现实，索性我以后就搞钱，或者说是索性我以后就看现实我就看重利益，我就看重物质，我就看重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成功所以这段感情谈下来，对方也会有一个认清现实对感情的这种幻想和期待其实是有点被击碎的或者说是有点把对方变得更加的务实一点的。那看一下我们这个复合走向，抽到的是一张权杖5的逆位。这个关系还是有点复杂一个是这种多角的牵扯在里面另外两个人很难去稳定这段关系，结婚同居都是比较难去完成的。哪怕说是两个人，哪怕说最好的情况两个人心里都想，但是事实上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这个复合的话呢有点难度并且之后两个人还是会有这种争吵感在里面。那你说断它是断不掉的因为还是会有这种联系在里面，但是联系当中误解误会争吵冲突不信任，所以再加上你们已经没有这个圣杯水元素没有这种感情的牌，都不太愿意再去交出自己的这个真心了所以这种感情的连接少了剩下的都是现实利益或者说是物质权衡利弊那这个感情就比较难再去在一起了。